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上的课，接续着我们这一个月的伺服器相关个股的介绍。那今天是要介绍伺服器个股里面中的零组件，一家厂商叫做川湖。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图卡的部分。那在讲川湖之前，照例我们先把这个产业看一遍呢。在伺服器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呢，简单的来讲，它是比我们平常使用的电脑呢更加进阶，而且它是比较大型的电脑，因为它的运算力极强。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呢都习惯把资料丢到网络上，所以说它是可以透过网络接收用户的指令，但是它要处理就是庞大海量的那个什么。资讯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伺服器产业的需求不断的在增加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伺服器产业这个地方呢，虽然受到2023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，全球景气衰退，可是伺服器产业呢还是往上增长。然后相较其他行业比较起来呢，因为像IBM、Dell 或 HP 这种品牌厂商，因为它相对比较贵，在不景气的时候呢，那一些大型的资料中心这个地方，它就会把订单转到比较便宜的白牌供应商，就是台湾这些业者，比如说做 OEM 跟 ODM。所以法人预估2023年的时候，那个白牌供应商它的市场占有率还会持续成长。那整个在伺服器产业这个地方，主要的成长动力来自于 ICE 这个地方。那预估从2018年到2022年这个地方呢，复合成长率有20%。那在 ICE 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云端运算的平台。那这些厂商呢，它都是需要伺服器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伺服器这产业来讲的话，长期的趋势还是往上做一个成长。那在伺服器的产业供应链呢，在之前我们有介绍过 IC 设计，也介绍了嘉泽的相关零组件。那今天要介绍相关零组件呢是川湖。那川湖是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那川湖的部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资料。那在伺服器这个地方产业呢，我们在讲到川湖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讲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大家看好伺服器这个产业。因为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接续这2年呢，都有 AMD， 还有明年有 Intel 这个地方，它会推出一个 Server CPU 的新平台。那像 Intel 明年第一季准备出货的是 Eagle Stream， 所以说整个新平台在换机之下，就会有所谓的伺服器产业的换机潮，所以相关的包括伺服器还有它的零组件这个地方，相对就会比较有机会了。好，那川湖这家公司呢，它其实主力是在伺服器的导轨哈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抽屉拉出来看，然后这个导轨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还有一部分的业务是在厨具、家具的配件，那另外其他消费电子产品占的配件的比重就相对会比较小一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就是说事实上以伺服器的导轨哈，这个就是导轨的部分呢，它占整个营业比重大概是70%左右。那在厨具市场呢，它的导轨占川湖的比重大概是22%多左右。所以我们要观察川湖这家公司呢，那要观察它的风险在于，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导轨，它就是钢材嘛，需要钢材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料来源来自于中钢，所以钢材价格的变化是不是就是它的原物料价格的变化？那大家也知道，2022年的时候，原物料是价格是冲上一个高点以后至高档回落，所以在高档回落的过程中，它就会有所谓的什么跌价损失库存。那当然在原物料如果自低档往上的话，它也会有库存的利益。所以说原物料这个地方会去库存的高低，价格高低会去影响它的获利。还有说它是以外销为主，就是说汇兑损益的变化也会影响这家公司的变化。还有就是终端客户的需求变化比如说伺服器的一些需求的业者，大型资料中心这个地方，它资本支出的增减的话，也会影响到川湖这家公司的业绩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，就是说，这是我们每次都会看到股东权益报酬率，它可以分作2个公式，一个呢就是从税后净利直接除以股东权益，我就可以得到了一个股东权益报酬率。不过在这样子比较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内部不同的变化，所以我们把它拆开一个公式来讲，可以分作净利率、总资产周产率跟权益乘数，可以去分别去分析，就是说它哪个地方
做了增减变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川湖的年报表的简表，它从2017年到2021年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上下起伏震荡，就 ROE 的部分。那在每股盈余的部分也是一样，然后税后纯益率这个部分呢，大概就是维持2%到4%之间，然后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这个乘数这个地方变化并不大，所以我们比较了上个礼拜的嘉泽跟这个礼拜的川湖，我们就会发现川湖的业绩相对于嘉泽来讲，它是比较平稳的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一下川湖的季报的简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说它的负债比例并不高，好，然后它的税后纯益率表现不错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它唯一就是说最近股价你会觉得说它攻击力道不强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每家公司不可能每年都持续成长，也会有获利衰退的时候，所以以法人预估的话，它2023年这个地方获利是衰退，所以这个地方才会去影响到它最近股价的走势。那讲简单一点呢，川湖是为那个伺服器的导轨的制造厂商，那它在这个地方呢，市占率大概是占30%左右。那它在那个全球的部分都有去做一些专利的布局。那目前为止已经有3000多个以上的专利。那法人虽然预估它2023年这个地方会衰退，但是2024年会回到成长的轨道。那另外我们说营业比重占2%多的厨具这个地方，它目前市场占有率是1.8%，所以未来还是有它发展的空间。好了，讲完川湖的基本面，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。刚刚从基本面我们已经讲了，因为它明年法人预估是衰退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股价走势相对嘉泽来讲的话，它股价走势就会相对就是上下震荡起伏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从2005年这边开始就是1高2高3高4高，在2017年完成一个什么 N+N， 然后接下去它就回档整理。那回档整理这个地方呢，之后再往上去做一个那个攻击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说它回档虽然守了1/2，但是反弹无力，因为它明年的获利是呈现衰退的部分，所以在上攻击的时候，以正常 N 盘涨跟盘整居多。那你说，那后面都是这样走？当然不是啦，就是它1高2高这个地方可能是以盘整的格局走势居多。那如果2024年像法人预估的一样，就是说获利在成长的话，只要成长动力够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参照它后面3高跟4高的走势，也就是说走到主升段2高或3高的时候，只要业绩起来，它一样会有机会就是往上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拉回怎么样，守住了1/2嘛，所以它还是有机会，就是说后面呈现45度的攻击，只不过是在2023年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它的业绩是呈现衰退，所以股价相对比较平稳。所以像这类就是比较绩优的股票，然后在它业绩就是说有停顿或有休息的时候，反而是一个长线布局的相对比较好的点位。OK， 那今天就是我对川湖这个地方呢，不管是基本面或技术面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那从我们一开始介绍的伺服器产业有守住1/2的，接下去展开45度强力攻击的嘉泽，也有呢守了1/2，但是因为明年的获利是呈现衰退，呈现正常上涨 N 的川湖，我们已经把我们回档的第一个走势跟第二个走势都告诉大家，甚至我们第一次讲的那个信华这个地方，它是跌破1/2，是把第3种情况也讲了。所以我们尽量在举例的过程之中呢，把技术面各种会回档情形都告诉大家，方便大家去做一个观察，还有选股也会比较知道要选什么样的股票。OK， 如果听到这边你意犹未尽的话，还可以去我们的部落格看看。那到了节目的尾声，要告诉你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什么呢？下个礼拜的话，我们就要讲到伺服器的代工厂商，讲到6669的微影。好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要记得持续收看。到了节目的最后，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